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累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你完全没有资源，而是你手上同时有太多事情要顾，工作要顾，钱要顾，家庭要顾，感情要顾，自己的梦想也不能完全放掉。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生活就像一直丢球给你，一下是账单，一下是责任，一下是突发状况，一下又是别人的期待。你不是不想稳定，而是现实根本不让你只专心处理一件事。韦特塔罗牌里的钱币二讲的就是这种人生状态。牌面中，一个人站在海边，双手各拿着一枚钱币，这2枚钱币不是安稳地放在桌上，而是被一条像无限符号一样的带子连在一起，不断循环、流动、交换位置。他的身体微微倾斜，好像正在跳舞，又像正在保持平衡。你看他的表情，不是完全崩溃，也不是非常轻松，而是一种我还撑得住，但我必须很专心的状态。这就是钱币二最核心的讯息。人生不是等到所有事情都稳了，你才开始活，而是在变动里学会调整，在压力里找到节奏，在多重责任之间保持弹性。很多人抽到钱币二，第一个想到的是金钱问题，收入与支出，投资与风险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这当然没有错，因为钱币本来就代表现实资源、物质生活、工作成果与实际责任。但钱币二不是单纯叫你省钱，也不是告诉你一定会破财。他真正想问的是，你现在是不是同时扛着太多东西？你是不是一直在用临时应变的方式过生活？你是不是表面看起来还可以，但心里其实很怕哪一天一个环节出错，全部都会乱掉？你看牌面后方的大海，海浪起伏很明显，甚至有船只在波浪中上下摆动，这代表外在环境并不平静。人生本来就会有市场变化、工作变动、人际压力、家庭责任、感情不确定性。有些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完全控制，有些风浪不是你说停就会停。可是牌中的人没有倒下，他站在岸边，还在让2枚钱币保持流动。这代表真正的稳定不是永远没有波浪，而是你知道怎么随着波浪调整姿势。钱币二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平衡，不是静止，而是动态调整。很多人误会平衡，以为平衡就是每天都很规律，每件事都刚刚好，工作和生活永远平均分配。但现实不是这样，有时候工作忙，你就必须暂时多投入一些；有时候家里有事，你就必须把事业节奏放慢；有时候财务吃紧，你就不能再用情绪消费安慰自己；有时候感情需要沟通，你就不能一直把对方排在最后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每件事都做到完美，而是知道每个阶段什么最重要，什么可以先放一放，什么必须立刻处理，什么不能再拖。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是金钱压力，钱币二提醒你，不要只看眼前缺多少钱，而是要重新整理你的现金流。收入从哪里来？支出流到哪里去？哪些是必要开销？哪些只是情绪上的补偿？你不一定要立刻变有钱，但你要先让钱不要失控。与其一直焦虑，不如把账目摊开来看，先分清楚固定支出、可调整支出、债务压力与未来收入。钱币二不是叫你害怕花钱，而是提醒你要让资源流动的有节奏。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是工作压力，这张牌提醒你不要把忙碌误认为有成果。你可能每天都在回讯息、处理杂事、救火、协调，但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一直被推后。钱币二要你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在管理事情，还是在被事情拖着走？你需要建立优先顺序，而不是所有事情都说好。当你什么都接，最后你会发现，真正被牺牲的是你的时间、品质与身体。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是感情问题，钱币二代表关系里的拿捏与调整。你可能在自由与承诺之间摇摆，在自己需求与对方期待之间拉扯，也可能同时想顾事业，又不想冷落感情。这张牌提醒你，感情不是嘴上说重视就好，而是要让对方在你的生活安排里真的有位置。但同时，你也不能为了维持关系，把自己整个掏空。好的关系不是一方永远配合另一方，
而是两个人都愿意一起调整节奏。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是人生选择，钱币二表示你可能还在比较两条路，要不要换工作，要不要开始副业，要不要继续一段关系，要不要投资某个计划。这张牌不一定叫你立刻做决定，它更像是在说，先观察这两个选项各自会带来什么成本。很多人只看机会不看代价，只看好处不看自己能不能承受。钱币二提醒你，任何选择都不是免费的，你选了一边，就要知道另一边可能会被压缩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，钱币二也在提醒你，你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你的系统可能已经太满了。人不可能永远靠意志力撑住所有事情，就像牌中的人可以暂时让2枚钱币在手上流动，但如果再丢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进来，它终究会失衡。所以这张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，请你诚实承认自己的承载量。不是每件事都要亲自处理，不是每个人都要立刻回应，不是每个机会都要抓住。钱币二的智慧不是叫你放弃，而是叫你调度。你要学会分配时间，分配金钱，分配注意力，分配情绪能量。你要知道什么事情需要立刻处理，什么事情可以等待，什么关系值得投入，什么消耗要减少，什么目标现在要推进，什么计划可以先暂停。当你不再把所有事情都塞进同一个当下，你才会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。这张牌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牌中人物的姿态很像在跳舞，这代表钱币二不是只有压力，它也有灵活、机智、适应力与幽默感。人生有时候不会照你的计划走，但你可以学会跟变化共舞。当外在环境起伏时，你不一定要硬撑成一座不动的山，你可以像舞者一样移动重心，像航海的人一样看风向，像经营者一样调整资源。所以当钱币二出现在你面前，它不是在责备你不够稳，而是在提醒你，真正的稳是你知道自己正在变动中，也依然能保持清醒。不要再期待人生一次就安排到完美，先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好，先让金钱流动变清楚，先把最消耗你的压力源找出来，先停止不必要的承诺，先让自己的节奏回来。你不需要同时成为最好的员工、最好的伴侣、最好的家人、最成功的人，你要先成为一个不再被生活甩来甩去的人。钱币二告诉我们，人生的平衡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抓得死死的，而是在变化来临时，知道怎么调整双手，怎么移动脚步，怎么让自己不被风浪吞没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同时顾很多事情，钱、工作、感情、家庭、未来，每一样都让你分心，那么这张牌就是在提醒你，你不一定要立刻解决全部，但你一定要重新排列顺序。因为真正让人崩溃的，往往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你没有分清楚，现在最该先稳住的是哪一件事。你最近最想平衡的是金钱、工作、感情，还是自己的生活节奏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也许钱币二正在提醒你，该把人生的重心重新拿回自己手上了。